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腾讯视频和王一博的旷野实验赌赢了，出席活动表情管理到位，接受采访言语滴水不漏，社交平台主打商务推广，打一热搜词条。乍看明星方方面面暴露聚光灯下，再看聚光灯下亦有隐形铜墙铁壁。以前观众看明星追求欣慰，如今观众看明星希望透过重重包装闻到人味，这个人味又着实难把控。往往艺人刚走红时被考古成名路上天然去雕饰的模样，那是活人走花路的加分项，但对于社交综艺里暴露的真实人性，有时又能成明星职业生涯的绊脚石。物学、化学、名学还有最新出炉的实学，明星在社交场里暴露的真实性格，让屏幕外的受众感到了压抑，人味就成了观众退避三舍的雷点。舆论爱不爱活人，其实也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罗生门。但即便观众的爱是薛定谔的猫，明星做活人，这题内容产业还得解。因为人类对真实人性的窥探、认同与共鸣，是内容生命力和明星生命力的双向需求。由华纳兄弟探索集团 Warner Bros. Discovery 出品， Discovery 探索频道国际制作团队倾力打造。8月31日，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的户外探索纪实节目《探索心境》，让镜头跟随王一博跋山涉水找长臂猿，在高海拔环境登山滑雪。追评4集后，我发现长视频如何平衡真实感的界限，户外探索纪实内容或许能解。01王一博在野外鲜活探索心境1、2集，王一博跟着丛林生存技能达人老雪去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寻找长臂猿。他出入雨林的显眼包样，轻轻击碎了过去的高冷面具。看到生长700-800年的榕树惊叹，看到落心腹蜘蛛非常好奇，看到树上的木耳、大果茸、鸟巢蕨都寻思能吃不能。把大明星丢进大自然，失去表情管理是第一步，但人跟大自然碰撞出来的幽默冷冷的，能降温。在丛林里被蚂蟥吸血，王一博淡淡把它们从腿上扯下，顺带调侃这吸了自己血的高蛋白食物能卖钱。偶遇毒蛇晒太阳也不算奇观，但人非但不会退避三舍，甚至能在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对自己生命有威胁的生物时，欣赏一会儿它的美貌。负重前行脚步会越来越重，但人的精神胜利法是腿越酸睡得越香。顶着40度高温爬20米大树，浑身汗水湿透后看到了海，但人终于笑成了 Type C。 但人也能被大自然激发出浓的一面。第3、4集，王一博跟随高海拔攀登超过70次的 Discovery 中国探索家周鹏去港石卡雪峰挑战登山滑雪。攀岩时下雪，直观感受是冷，岩壁又湿又滑，腿部抽筋。随着海拔越来越高，高反越来越严重，夜里被头疼和恶心折磨的醒来一次又一次，痛苦面具在脸上越贴越紧。周鹏劝王一博放弃，不服输的他歇了1天，卷土重来，最终攀上海拔5000米。登顶时征服自然，征服生理极限的快感，抵消了上坡路上所有的不适。4集看下来，王一博的形象变得十分鲜活。与大自然相处时，所有反应都是及时的。听到老雪讲丛林绞杀时，王一博难以掩饰的错愕覆盖了上一秒看到大榕树的震撼。放大的微表情里能感受到残酷自然给他内心的震荡。周鹏在他高反严重时送他下山，那一刻他讲出的遗憾，即便克制，也能让人直观感受到他的执着。一个去野外带着手冲工具，睡前打开手机摄像头记录心情，被热带雨林的朝阳叫醒，感慨活着的生命力。想把雪装进壶里煮沸的王一博，
有聚光灯下看不到的细腻、敏感和浪漫。02类型家拓宽艺人形象。即便大自然揭开了王一博的高冷面具，在各种险象环生里，他的情绪依稳于常人。为什么？探索心境特邀程耳访谈王一博，在他们的对话里，王一博的所有行动都有了更深层的注脚。王一博小时候想学在当时不被大众文化广泛接受的街舞，要说服父母，得到支持。12岁为梦想离开家去北京学习生活，早早开始独立面对这个世界。路是自己选的，他没有谈任何其中的不如意，因此能理解为何在雨林和雪山里，他在身体极限内与自己死磕，爬树不要人帮，高反坚持攀岩。这种根植于记忆的惯性，让他对过程里的磕磕绊绊轻描淡写。咖啡和茶泡了海水，他从行囊里边倒边冷幽默，这直接能喝。周鹏问他身体状况，他只用最简单的词句说当下的感受，没有苦难描述，没有说生理心理难以承受，甚至没有表要必须完成什么目标的决心。寻找长臂猿的愿景，是希望能够看到雪山攀岩，第一天身体不适就歇一天再来。他不会将更深的渴望宣之于口，但在行动上又从来都不犀利。程耳让他上山前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偶像的巅峰期过去了，该怎么面对？王一博下山后，没用什么振奋人心的口号做答案。他说生命跟登山很像，27岁是起点，攀过这座高峰，就换下一座。具体目标是什么，却并没有道破。他并不是浑浑噩噩的迷茫，他清晰地知道，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实现滑雪运动员这种梦想，不过运动天赋能够支撑他成为赛车手。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这是自小为梦想离开家乡的小孩，在一步步实现梦想时内化出的坚韧。他无法做一场事先张扬的成功，因此在演员这个身份上，他无比审慎地表达对表演的敬畏。他说拍戏是结果的甜头，能够抵消所有过程的痛苦。这表述与他站在海拔5005的雪山顶峰，俯瞰来时路有异曲同工。观众在探索心境看得到这个人的痛苦和享受，以及掩埋在表达之下的任何事都想做到自我极限的决心。那么未来有人讲他不善言辞，便能解释成这是一个行动派的行为模式。户外探索纪实节目探索心境做的是用访谈加记录的类型融合，尝试更大限度地挖掘明星真实的活人特质。节目拓宽艺人形象的同时，对于其行动的合理性诠释，也会在未来加固它的商业价值。相比追求娱乐刺激的传统探索纪录片，探索心境用户外奇观满足看客眼球的同时，用承载叙事力的明星做桥梁，加深观众与节目之间的心理链接。相比传统访谈类节目，户外探索的真实心得更能展示出人在面对险境、解决问题时的本能反应。这种反应突破了以往综艺剧本的设计感，真实的更加去雕饰。明星户外探索纪实节目提供了更丰富的视听体验，除了人物真实，自然景观对观众眼睛友好。相比传统弹幕探索心境，在互动感上也做了创新。王一博在海上漂流时，弹幕呈波浪状荡漾；王一博爬树时，弹幕从屏幕底端向上爬行。数据是最直观的反馈。探索心境首集上线55分钟，热度直破18000，创下腾讯视频纪录片历史新高。截止目前，探索心境有121.38万弹幕与34万加评论的超级互动数据，以及18824万的最高热度值。站内开花站外香，目前探索心境全网共843个热搜，全网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7亿，官方抖音和快手以及视频号的总播放量3000万。
这些都是用户对该类型节目深度认可的佐证。探索心境，大胆尝试，创新内容，成功打造出了国内明星户外探索的纪录片新形式，为整个行业提供了典范，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受众圈层的破圈。03荧幕旷野试验田，探索心境，希望跟观众交流年轻人的成长是什么样子。作为发起人，王一博的初心是重视自己的人生。因为回看过去的几年，他发现生活里只有工作。他想借由这个节目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感受过程的开心，哪怕这些开心里夹杂着自然界的不可预测。他想多看大自然，感受生命，感受活着。王一博在探索心境中去了雨林、雪山，未播出的节目中，他还将去洞穴、海岛、攀岩、沙漠。他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并不只是一句口号。而这个旷野承载的丰富度和厚重度，也不只有微风吹过的舒适感，而是见证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用自然映照自己，直面自我各种心理状态的五味杂陈。雨林里的动物、植物、阳光、大海，是生命力谱写的篇章。高海拔雪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运动后感受到的人生起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黑暗洞穴里有王一博不得不直面的恐惧，去海岛自由潜水，要面临无边际的孤独，攀岩过程中考验他的是精神力量能否在极限运动中做实现奇迹的支撑力。进入沙漠后，他要挑战珠峰，领悟生命的意义。这些故事经由腾讯视频联合推出，能让依旧在轨道上生活的观众通过荧幕世界感受旷野的美好与复杂。而明星 X 户外纪实节目的形式，会是腾讯视频开拓的荧幕旷野试验田。这块试验田作为和年轻人交流的窗口，并不在于鼓动某种生活方式，而是通过呈现旷野里千姿百态的生命复杂性，让年轻人有更多直面内心、自我对话的契机。在钢筋水泥和荧幕世界困了太久的明星，久在樊笼里走进大自然后，久违的好奇心被唤醒。神秘大自然给在商品经济中生长的人提供了许许多多个未曾料想的第一次。这些好奇心被调动，体验被刷新的感受，成为点亮生活的瞬间。它们是及时的治愈力。这种治愈力也会穿透电子屏幕，进入到观看节目的受众心中。因为对于同样在高速都市化进程中长大的 Z 世代而言，被消费社会不断机器化、不断挤压心理空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王一博表现出的对睡眠的焦虑、对目标的审慎、对为自己活一次的热望，能够引起广泛共鸣。那些紧绷的瞬间并不因身份而产生理解鸿沟，因为这是时代的阵痛。他咬牙在过程中死磕，又被大自然馈赠给的体验治愈。对于在现实生活中锚定结果而忽视过程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此次腾讯视频 Discovery 探索频道及乐华娱乐团队高质量、专业化、国际化的合作，通过对内容形式的融合突破，将户外探索内容与明星艺人结合，以此传递阳光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将不负好时光贯彻到底，也用内容向用户提供荧幕旷野的试验田。每种生活各有苦乐，心境探索借由王一博做青年旷野人投射，也是想借王一博对更多年轻人说：去想、去做、去认同自我价值，不论旷野的具体场景是什么，过程和结果，请记得至少享受其中一个。享受的那个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痛苦值得的那个瞬间，就是意义本身。